上一世，女孩是向阳村出了名的美人坯子，10里8乡的青年排着长队来提亲，却遭闺蜜嫉妒，被算计嫁给了村里的周旭朗。婚后，她供丈夫读大学，伺候一大家子，操劳半晌。多年后，她意外得知真相，原来丈夫已经和闺蜜在城里生了一对儿女，当场被气得血压飙升，脑溢血死亡。宋时锦思索再三，终究是放不下家人，点头同意。第二天，郑家人全都到车站迎接。出站的宋时锦看到郑义强身后的一群人，大家看到宋时锦都迎了上来。好孩子，我终于见到你了。郑玉琼上前，面带笑容，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姐姐。宋时锦看着这个与自己有几分相似的面孔，心中微动。玉琼，听大哥说你是一个很聪慧的姑娘，学东西特别快。郑玉琼被刚见面的姐姐夸奖，有些不好意思，看了一眼郑义强。平时大哥总说自己笨，没想到背后竟然夸奖自己。郑文斌用打量的眼神看着宋时锦，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义强随便找一个人回来冒充妞妞，就真的是？二弟，时锦一路劳累，先回去安顿好了再聊。到了郑家，薛素芬拉着宋时锦的手询问：我们知道你的消息，第一时间就想去见你，不过一直不知道女婿的地址，直到义强打听到你去了部队，我跟他爸都买好火车票了。谁知厂里突然发生了事故，你爸只好留下来处理，就连义强也是刚出差回来，家都没有回就去找你了。我准备的东西都没有来得及带上，还好你来了，这些东西还能用得上。后院的谁？薛素芬小声说：老爷子的小老婆，但是他跟老爷子领了证，我们明面上都得敬着，要不然他就折腾咱们。那咱们去看望亲奶奶。爷爷过世没多久，咱们的奶奶就过世了。宋时锦皱起了眉头。如果亲奶奶过世了，那前世郑家幸存下来陪在郑玉琼身边的人就是窦老太太。若是这样，前世郑家的消失就不是郑玉琼被渣男欺骗那么简单。郑家的二房当时又是什么态度？为什么没有出现？他们不可能不想要郑家的家产，看来郑家的水很深。宋时锦也不知道自己的脑子是否能弄清楚，就提出要跟郑义强单独聊聊。郑家人只当宋时锦跟自己还不熟悉，让郑义强好好陪宋时锦说话。大哥，你跟我说说郑家现在的情况。我们全家现在分布在郑家工厂的各个部门，基本上算是掌握了爷爷留下的遗产，窦老太只留了一小部分财产。换成是你，打拼一辈子，攒下了偌大的家业，突然被配偶的外面的子女全部拿走，你会甘心吗？家业是爷爷打拼下来的，我们的奶奶也是明媒正娶，她不甘心也没有办法，她没有子嗣，争到再多的财产也没有用，而且我们答应会赡养她，孝顺她，她便同意了。她没有别的要求吗？除了安排了几个娘家亲戚在工厂不重要的部门，没有提其他的要求。二叔家跟你们的关系如何？刚来海市的时候，窦老太企图拉拢二叔跟咱们打擂台，但他小瞧了我们家的团结，不管在家争成什么样子，对外我们都是一致的。何况爷爷的财产我们分给了二叔一半。老太太是否有姓段的亲戚？郑义强摇头，没有。上次在电话里你就提到了姓段的，我还特意问了玉琼，她说同学中没有姓段的，有什么问题吗？宋时锦蹙眉，前世段志鹏说过跟郑玉琼是同学，郑玉琼怎么会不认识？我看了书中有个姓段的，是个花心大萝卜，喜欢沾花惹草，喜新厌旧，所以不喜欢姓段的。书中的人物都是杜撰，不能因为书中一个人物就觉得所有姓段的人都花心。大哥说的对。吃完晚饭，宋时锦就去了郑玉琼的房间。郑玉琼跟姐姐讲述海市的繁华。姐姐，你能不能以后留在海市生活？我结婚了，有家庭，不过以后我会经常来海市。能经常来也好，以后就不用羡慕别人有姐姐，我也有。郑玉琼拿出相册，热情地给姐姐介绍自己在何时何地拍的照片。一张初中毕业照引起了宋时锦的注意。玉琼，这个男生是谁？宋时锦指着合照中一个不起眼的男生问。郑玉琼想了好一会儿，实在是想不起来。尽管合照中的人还年少，但宋时锦一眼就认出了是段志鹏。奇怪的是，郑玉琼竟然想不起来。这也是好事，那我就从现在开始给段志鹏穿小鞋。玉琼，我听人家说这种长相的人薄情寡义，花心好色，阴险狡诈，精于算计，还会背后捅刀子，见到这种人一定要离得远一些。郑玉琼点头应下，我听姐姐的。郑家花园洋房的后面还有3间房子，现在里面住着窦老太和照顾她的王妈。大小姐回来了，大房的人都聚在一起欢迎她。老爷子生前说要把家产都留给大小姐，你让人把话传出去。大小姐已经嫁人，她会来争家产吗？郑家不是小门小户，没有人会不动心，只要他有这个心，或者让大房的人认为他有这个心，这个家以后他就回不来。是，我让你找的人如何了？已经找到了，日子过得很苦。宋时锦在郑家住了1天，就提出明早回去。薛素芬和郑玉琼再三挽留，说自己不去上班，在家陪他。大哥说厂里的设备需要你来操作，不能因为我耽误了工作去上班吧？我再住2天。好，
姐姐，下班回来我给你带乔记的点心，他家的花生酥最出名。薛素芬说自己的部门不忙，就留在家里陪女儿。下班时间一到，郑玉琼就迫不及待的要走。出了厂门口，同学小蔡就过来找她聊天。等有空我再跟你聊，现在我要去乔记买花生酥给姐姐吃。你们家不是只有你一个女孩，是堂姐还是表姐？是亲姐姐，我告诉你，我亲姐姐可漂亮了，性格温柔，就是我理想中的姐姐。赵记的绿豆糕味道特别好，我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咱们的一个初中同学就在赵记当学徒，你最近不是在研究这些点心做法？去赵记买，让他偷偷告诉你。郑玉琼有些心动。哪位同学？段志鹏。郑玉琼摇头，不记得这个人是谁了。就是家里特别穷，他爸爸是瘸子的那个。郑玉琼还是想不起来。看到人你就想起来了，在学校的时候他还经常帮你值日。到了赵记的点心铺子，段志鹏看到两人就热情的打招呼。郑玉琼看到段志鹏那张脸，立刻掉头就走。段志鹏很是不解，小蔡追上郑玉琼。段志鹏跟你打招呼，你怎么不理人就走了？我又不认识他，为什么要理他？想不起来也没有关系，多说几句话就熟了。你还想不想学做绿豆糕了？乔记的花生酥数量不多，去迟了就买不到，我得抓紧去买。到了家，郑玉琼第一时间就带着花生酥去找宋时锦。幸亏我去的及时，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斤，姐姐你快尝尝。乔记的人很多吗？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小蔡带我去段志鹏当学徒的点心铺子里，耽误了些时间。他跟你说了什么？我记得姐姐的嘱咐，跟这种面相的人有多远离多远，没有理会他，马上就走了。宋时锦松了一口气。郑文彬把郑文军拉到一旁，大哥，时锦如此讨好玉琼，是不是不想走了？想留在郑家，更想分财产？二弟，你说什么呢？石锦是你大嫂和玉琼央求了好半天，才愿意留下多住2天。我也是听到家里的保姆在说，石锦打听爹留下多少家产。不用猜，我都知道，是老太婆的伎俩。二弟，你要记住，石锦是咱们家的人。段志鹏那天没有跟郑玉琼说上话，知道郑玉琼对制作点心感兴趣，就把绿豆糕的制作方法抄写下来，带着来到郑玉琼所在的纺织厂。郑玉琼下班后，远远就看到段志鹏在厂门口叫了厂里的几名男生把人赶走。段志鹏看到厂里下班，踮着脚张望，却被厂里的工人驱赶。我跟你们厂的技术员郑玉琼是同学，我来给他送东西。说着，段志鹏从口袋里无比珍惜地拿出写着绿豆糕制作方法的纸张。厂里的工人要看，他还不给。这是我们店里的秘方，不能随便给人看，我要亲自交给郑玉琼。就是郑技术员让我们来，让你走的，别在我们厂门口逗留，要不然厂里少了什么就是你偷的。段志鹏不相信，只当工人在撒谎，便先行离开。郑玉琼见段志鹏走了之后，才走出来。没走多远，段志鹏突然从旁边冲过来。难怪姐姐说要离这种面相的人远一些，碰到就倒霉。你有毛病啊，干嘛要突然拦着我的路？我们是初中同学，你不记得了吗？我有那么多同学，我哪知道你是谁？我是段志鹏，听小蔡说你喜欢做点心，我把赵记的绿豆糕做法抄写下来给你。郑玉琼厌恶地看向他。赵记收你做学徒真是倒霉，学人家的手艺，还把人家的方子偷来拿给别人。我没有给过别人，只给你一个人。我不需要。说着就要走，段志鹏想阻拦，这时郑义强开车过来。玉琼，你怎么不早点回家陪你姐姐？我也想早点回去陪姐姐，都怪他耽误我回家。郑义强不悦地看向段志鹏，你是谁？为什么要纠缠我妹妹？我是郑玉琼的同学，我不是纠缠她，是给她送绿豆糕的制作方子。大哥，我根本就不认识他。郑义强盯着段志鹏，冷声道：我问你谁，回答我叫什么名字就行。面对郑义强，段志鹏很害怕。我叫段志鹏。郑义强眉头一拧，姓段。想到宋时锦跟他提到过这个姓，他不可能无缘无故提起。郑义强眼睛微眯，玉琼缺什么我会给他买，用不着你一个不认识的人操心，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出现在玉琼的面前。段志鹏在郑义强的眼中看到了杀意，顿时胆怯，灰头土脸的走了。郑义强让身边的人送妹妹回家，自己跟上了段志鹏。晚饭的时候，宋时锦没有看到郑义强，就说等他一起吃饭。不用等他，他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情，你不能饿着。半夜，郑义强回来，没有回自己的房间，直接去了宋时锦的房门前，敲响了房门，把手中查到的资料给他看。宋时锦看到资料上的内容，心惊不已。没想到段志鹏竟然是窦老太的娘家侄孙，只不过段志鹏从小就被送人，要不是我门路广，还真查不到他的这枚棋子埋得这么深，竟然在20年前就开始部署。大哥打算怎么办啊？你还知道别的人吗？宋时锦疑惑地看向郑义强，他不可能只安排一枚棋子。时锦，你还知道别的人吗？大哥，你可真是高看我了，要不是重活一世，无意中看到报纸上的郑玉琼，打死我也想不到窦老太如此深谋远虑。前世窦老太确实成功了，郑家的家产最后回到了他后人的手中。为了不让郑义强看出他也很蒙圈，宋时锦故作镇定道：先从郑家人身边一个个排查，
先从郑家人身边一个个排查，窦老太能安排人去接近玉琼，肯定也会在郑家的其他人跟前安排人。这几天郑义强立刻对家人的身边展开调查，把调查到的结果给家人看，大家看了之后大吃一惊，得知是宋时锦最先察觉，郑家人对他很感激，同时也很后怕。窦老太待在家里，就能在郑家的每个人身边都安排了自己人，这要是他们配合得当，同时出手，那我们岂不是要全军覆没？郑家人义愤填膺地讨论着这件事。窦老太如此有心计，肯定还有后手。大城市里的人心眼比筛子还多，整天就想着怎么害人。郑义强见宋时锦看着二叔发呆，时锦是不是二叔家还有人没有揪出来？小侄女，你要是知道什么，赶紧告诉我们，我们可都是一家人。宋时锦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大哥，有什么方法能让一家人全都消失，一个也不剩？方法有很多，放火溺水，如果能用这种手段早就用了，他也不会大费周章的埋下这些棋子。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有什么方法能让一个人去执行？谁会这么傻，为了他去害人，还是害我们一大家子？先不说有没有那个本事，就算成功了，发生灭门惨案，帽子叔叔一定会追查到底，凶手拿到了钱也没有命花。要不我们回老家吧，住在大城市里，整天提心吊胆，活着真累。文斌，你是不是傻？我好不容易给你定了一门好亲事，马上就要跟董主任家的大女儿结婚了。我不想跟她结婚，她有精神病。她就是被家里娇惯着长大，你懂事，多让着她点。他有精神病吗？宋时锦重复着郑文君的话。是的，董家的女儿稍微不顺他的意就要死要活，偶尔哄着还行，要是结了婚就是一辈子，谁有那么多的耐心迁就？小叔要是不喜欢，就不要勉强了，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不能将就。郑文斌感激地看向宋时锦。时锦，你不懂，这婚不能退，董家是当官的，退婚扫了他们的面子，对咱们郑家没有好处。宋时锦努力回想前世有关海市的记忆，记忆中好像听过谁讲述过，海市有一个女人为情所困，放火烧死了对象全家，就因为对象要跟他退婚，惹恼他。事后因为女人的父母都是当官的，又因为他有精神病，是被男方家的行为激怒，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此事不了了之。如果说死的就是二叔一家，就能解释为什么郑家人出了车祸后，只有郑文斌一个人处理丧事。二叔，这个董家的女儿如此极端，我觉得要考虑清楚。你别听他们胡说，董家女儿身体好得很，没有病，精神也正常，跟我们平常人一样。现在不是关心这种小事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赶紧把老太太安插在咱们身边的人都揪出来。一家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先不打草惊蛇，静观其变。窦老太安插在郑家身边的人也大多被郑义强掌握。宋时锦觉得此行目的完成，也该回去了。薛素芬和郑玉琼万分不舍，但这次宋时锦态度很坚决。薛素芬给宋时锦塞了钱和各种票证，叮嘱他有空一定要来海市。裴怀川知道媳妇要回来了，下了班立刻开车去火车站接人。媳妇离开这么久，有没有想我？不知道的还以为分开有多久，其实满打满算也就1周的时间。宋时锦害羞的点了点头，媳妇回来了。裴怀川又过上了滋润的日子，只是滋润了没2天，就接到了郑义强的电话。听到郑义强的声音，裴怀川先入为主，认为又是来分开他们夫妻的。我媳妇没空，不去海市。不是让时锦过来，我是想去找你们。裴怀川听到立刻拒绝，家里没地方住，我们已经来了，搭个帐篷，我们住在院子里就行。宋时锦看到裴怀川臭着脸回来，问他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利。你大哥要来这边，他来有什么事吗？没说什么事儿，只说来咱们家住一段时间。宋时锦猜想是不是郑家出了什么事，听到人已经到了火车站，宋时锦赶紧出门迎接，刚出门口就碰到郑家一家人。先到你家再说。一行人一路来到了部队家属院。这段时间我们把窦老太安排在郑家的人都清理了，文斌的事情也解决了。我们从窦老太身边的王妈入手，知道窦老太这几年就抓着董家的把柄，我出面帮他们解决了，董家同意退婚了。现在我们给窦老太身边安排的是自己人，窦老太气得不行，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她关在院子，对外说她有精神病。对了，石锦，你之前被抱走也是窦老太的手笔，这段时间她一直自言自语，看着她的小箱子，但是又一直不打开。我们才知道老爷子在你失踪后不久就查到了是窦老太派人把孙女偷走，他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无声息地对窦老太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让他一辈子没有子嗣，表面上抛弃了老家的妻子孩子，实则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老爷子的这封信看着是写给石锦你，实则是故意留给窦老太看。信中详细描述了孙女失踪后他对窦老太所做的事，告诉孙女他已经为她报了仇，并在信中留下一把钥匙，帮忙找到妞妞的人将会得到他毕生最珍贵的财富，这笔财富就收在海市银行的保险柜里。这封信窦老太应该没看过，如果他知道这内容，他一定会气疯了，也一定会拿着保险箱的钥匙去银行取出钱财。到那时蒋律师就会得到消息，他会拿出老爷子收集到关于窦老太害死孙女的证据，将窦老太送进牢里。老太太被算计也是活该，谁让她先生了恶毒的心思，就算你大难不死，可也当了18年的孤儿，这是她的惩罚。当初就算是大哥没有找到我，想必爷爷也会把遗产留给郑家人。这是老爷子留在保险箱里的财产，我们给你带回来了。宋时锦打开后，里面
面是一个小玩具，就这也没看出这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啊。本来就是爷爷给窦老太下的套，当然不会留下什么珍贵的东西。也许对于老爷子来说，你的玩具就是他最珍贵的东西。晚上，宋时锦躺在裴怀川的怀里，说道：窦老太的葬礼结束后，蒋律师单独见了我，爷爷还真给我留下了一些钱财，但是我没有要，让他交给了大哥。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我养得起你，咱不稀罕郑家的财产。宋时锦抬头看到裴怀川的脸和脖子明显是两个颜色，伸手在他脸上摸了一下。你脸怎么了？怎么抹了雪花膏？这种雪花膏不适合男人擦，我给你重新买润肤的。是娘非让我抹，怕我脸上的伤吓到你。前段时间出任务受了点伤。没事，我帮你去掉。你这么厉害都受伤了，这次的任务一定很凶险吧？这次演习战况很激烈，不过我们最后还是赢了。你真棒！被媳妇夸奖，裴怀川开心不已，在宋时锦的脸上亲了一下。宋时锦的脸蛋被扎得生疼，下意识的向后退。裴怀川顿时心里难过，媳妇嘴上说着不嫌弃我，但身体还是很抗拒。宋时锦看出他的不对劲，你先把胡子刮了，扎得我太疼了。裴怀川伸手摸了摸下巴，也没觉得扎人，可是看到媳妇的脸蛋红了，才意识到媳妇皮肤娇嫩，哪是他这种糙汉子可比。午饭后，裴怀川躺在床上，宋时锦端着一盆温水过来，把毛巾沾湿又拧干，敷在裴怀川的脸上。15分钟后，宋时锦拿下毛巾，对效果很满意。裴怀川起身去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肤色颜色淡了一些，原先脸上的伤疤看着也没有之前那么狰狞可怕。媳妇，我感觉我变好看了。你本来就英俊帅气。裴怀川被人夸过勇猛，战斗力强，被夸英俊好看还是第一次，并且是媳妇亲口夸的，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的甜。回到军营的时候，战士们全都齐刷刷的盯着裴怀川。看什么看？我脸上有花吗？你是不是偷抹了你媳妇的雪花膏？滚一边去！裴怀川推开陶志强，你才偷抹媳妇的雪花膏。你没抹弟妹的雪花膏，脸怎么变白了？跟你一起回来的战士们个个都晒得跟煤炭一样，你回去吃顿饭就变白了，不合理啊！老子有媳妇，他们这些光棍怎么能比？军营里的护士过来给受伤的战士们换药，看到裴怀川的变化，凑上前去讨要秘方。没有秘方，就是我媳妇给我敷了面膜，然后就变成了这样。傍晚，裴怀川下班的时候，宋时锦看到他身后还跟着2名护士。嫂子，我们看到裴营长的皮肤变白，想来向你请教美白方法。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是每次洗脸时用热毛巾在脸上敷一下，或者洗脸后用黄瓜贴在脸上，还可以用鸡蛋清和蜂蜜敷脸。裴营长说嫂子给他敷了面膜，能让我们看看面膜什么样子吗？宋时锦把家里剪了洞的毛巾拿给2人看，2人瞬间就明白了用，谢过宋时锦就离开了。一段时间后，裴怀川正在家臭美，感叹媳妇对自己真是太好了，就听到副师长过来叫他。怀川，吕国华在任务中受了伤，脸被毁了容，住院期间他未婚妻一直精心照顾着，但是出院后吕国华就变得阴晴不定，脾气暴躁，总是嫌弃他伺候不好。一气之下，他未婚妻就提出了退婚，吕国华同意了，但是2人在退婚时间上没有达成一致。吕国华说等他休假时回老家退婚，吴艳秋觉得吕国华嘴上答应退婚，实际上就是拖延时间，不放自己，要求现在退婚。退婚后他就回老家，上级领导知道2人之间的矛盾，派人过来调解。领导觉得他未婚妻要退婚都是因为吕国华的脸毁容，只要让吕国华脸上的疤痕消失，想必他未婚妻就不会再提退婚。我听说你媳妇儿能买到治疗疤痕的药，我想请她去海市帮忙买一些。裴怀川回到房间，把这件事告诉宋时锦，问他是否能买到药。得知吕国华是为了救新兵才受伤，宋时锦决定尽力帮助，但他并不想暴露自己的秘密。美白祛疤的药是在海市买的，卖药的人祖上以前是宫里的太医，要不是急需用钱，也不会舍得把这么珍贵的药拿出来卖。我也是半信半疑就买了下来，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也就是说你也买不到药？买不到药，我也有办法让吕排长的脸好起来，就是有风险，看吕排长愿不愿意冒这个险。我去问问他。担心媳妇胆小，猛地看到吕国华的脸被吓到，裴怀川提前跟宋时锦描述了一下，吕国华住的房子和裴怀川的一样，是上级为了让吕国华养伤，特意批给他的住处。因为2人还没结婚，吴艳秋并没有跟吕国华住在一个房间。看到裴怀川和宋时锦过来，在门口晒太阳的吴艳秋头也没有抬。你们不用再劝我，说破了天，这婚我都要退。部队领导要是还不批准，我明天就回家，大不了回去以后不嫁人了，也比对着他那张可怕的脸做噩梦强。我们是来帮助吕排长治脸上的疤痕。吴艳秋这才抬头，可眼神中半点都不信。你别忽悠我了，医生都说不可能让他的脸恢复如初，你能有什么办法？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吴艳秋看着宋时锦那张漂亮的脸蛋，同是女人，也站在我的立场为我考虑一下，要是你半夜醒来看到一张像鬼一样的脸，你也会跟我做出同样的选择。我不知道吕排长的伤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恐怖，他当时一定非常痛苦。如果我是他的未婚妻，首先会很心疼他，你们是定了亲的未婚夫妻，这个时候是他最脆弱的时候，需要家人的照顾和宽慰。如果你实在不想跟他结婚，等他过了这段时间再提退婚，别人也不会觉得你落井下石。我已经
经照顾了他1个月的时间，已经仁至义尽。房间里传来了怒吼声。吴艳秋，是有什么人等着你吗？还是你已经等不了了？我都说了，等我休假回老家，当着2家人的面把话说清了就退婚。听到这话，吴艳秋也非常气愤，走到裴怀川的面前控诉：领导，我清清白白一个大姑娘，千里迢迢赶过来，辛辛苦苦照顾她1个月，就换来她对我的诬陷和诽谤。领导，你要给我做主啊！裴怀川沉默着进了屋，宋时锦紧跟其后。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看到那张脸时，宋时锦还是吓得心跳加快。吕国华看到宋时锦，连忙转过身去，背对着2人。裴营长，你怎么把嫂子带来了？转过身来，让你嫂子看看脸上的情况，她会想办法治好你的脸。别安慰我了，我脸上的疤好不了，我又不是女人，无所谓。既然觉得无所谓，就不要躲着不敢见人。我是怕吓着嫂子。你嫂子确实胆小，猛然看见会害怕也是正常反应，但她不会把你当成妖魔鬼怪。演习的时候，我的脸上也留下很多疤痕，你嫂子都没有嫌弃。吕国华看着裴怀川干净的脸，有些不相信。咱们这些人的身上，哪个训练的时候没有留下伤疤？你看我脸上现在还有吗？看到裴怀川光洁的脸，吕国华眼中有了希望。我的脸真的能恢复如初吗？你自己也知道，医院暂时没有方法让你的脸恢复如初，所以过程有风险。你敢冒这个险吗？能救回1条命已经是幸运。吕国华已经对自己的脸不抱任何希望。但是谁也不想顶着一张吓人的脸，有好转的机会当然好，便点头答应。你先不用着急回复，我还没有跟海市那边联系。你为什么不答应现在退婚？他这样嫌弃你，勉强在一起以后也不会幸福。吕国华叹了一口气，这门亲事本来我父母是不同意的，是吴爷爷主动找到我爷爷，要求成为亲家。我爷爷念着2人小时候的交情，应下了这门亲事。就算要退婚，也得当着2家老人的面把事情说清楚。我要是不回老家就同意退婚，老家的人不清楚我的情况，还以为是我主动要退婚。当初定亲的时候，我们家给了吴家400元彩礼，还有1块手表。我们那边的风俗，如果男方提出退亲，不退彩礼和东西，那是我跟父母辛苦攒下来的钱，亲事不成，当然要退回来。裴怀川看了一眼外面，所以他是不想退还彩礼和东西吗？吕国华点了点头，他说照顾了我1个月，抵消了。其实我受伤后没有要求他来照顾我，是他主动要求来。我娘想着，反正我们年底就要结婚，就同意了。宋时锦隔天就到了海市一家医院。苏宝山医生坐在诊室里悠闲地看着报纸，听到有脚步声，苏宝山抬头看见宋时锦面色红润健康，容颜靓丽。姑娘要去哪个科室？我带你去。我有一个朋友毁容了，想请苏医生出手做整形修复。苏宝山愣了一下，谁介绍你来的？慕名而来。我可没有这个技术。我知道苏医生技术高超，只是没有机会施展而已。现在有一名军人的脸在出任务的时候毁了容，如果苏医生出手修复成功，我会举荐你到军医院工作。宋时锦记得上一世苏家最开始是开私人诊所的，专门给海市的富太太微整形。苏宝山跟在爷爷父亲的身边学习，青出于蓝，正要大展身手时，诊所被取缔，苏家人都被安排在了医院上班。改革开放后，苏家重新开启了诊所，靠着苏宝山高超的整形技术，1年后苏家就开了海市第1家美容整形医院，声名大噪，连外国人都慕名而来。在军医院上班对苏宝山的诱惑力非常大，但是从一个漂亮姑娘口中说出没有可信度。我凭什么相信你？宋时锦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他，苏宝山一看是一份聘请合同，专门设立整形科，由我负责，只要签上你的名字，合同就生效，机不可失啊，苏医生。很快，苏宝山被宋时锦成功拐到了军医院。裴怀川带着吕国华去医院，苏宝山说没问题，他可以搞定。吕国华在医院治疗时，有医生和护士，还有护工照顾。吴艳秋要做的只是花时间在旁边陪伴，根本谈不上什么照顾。这年头，普通老百姓家庭单靠挣工分，1年能存下100元钱就已经很多。吴艳秋来部队照顾1个月，就想要以此跟彩礼抵消，搁谁都不会同意。如果你的脸好了之后，你还愿意跟他结婚吗？就算我的脸好了，我也不会娶她。既然如此，趁着你的脸没有好，把婚退了再接受治疗，免得他又反悔。2人回来后，裴怀川就把2人叫到副师长办公室，商讨2人退婚的事。如果吕排长脸上的伤能修复，你还退婚吗？他的脸怎么可能会恢复？除非神仙下凡给他换一张脸。也就是说，你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跟吕排长退婚。吴艳秋点头。好，婚事既然是你提出来退的，那请你把彩礼和手表也一并退回来。我来的匆忙，身上没有带这些东西。我批几天假期给吕排长，让他和你一起回到老家退婚。他是军人，不能擅离职守，也不能因为退婚这点小事影响他的前程。你的考虑很周到，既然如此，把你要求退婚的事用文字记录下来，签字按手印，部队派人护送你回到老家，完成退亲的手续。吴艳秋结巴道：我不识字。裴怀川拿起笔刷刷写了起来，然后读给吴艳秋听，又把纸张递给副师长查看，最后递到吴艳秋的面前。你也听到了，领导也已经检查过，内容一致，现在你只需按上手印就行。吴艳秋害怕的后退2步，拿出手表放在桌子上。手表还你，彩礼钱被我家盖了房子，回老家也拿不出来。你不想退还彩礼，看来是舍不得与吕排长退婚，那就在部队把你们的婚礼补办了吧，如此你也能名正言顺地照顾吕排长。不，我绝对不会跟他结婚。说着，吴艳秋从裤腰里掏出350元钱，去除来回车票和吃饭钱，
我只能退还350元钱。部队通知家里的时候，只说我受伤了，也没有说我毁容。吴艳秋把全部彩礼都带着过来，我可不认为吴艳秋是带钱来给我治疗。也就是说，不管我伤得重不重，脸是否毁容，吴艳秋都会退婚。裴怀川拍拍吕国华的肩膀，对吴艳秋说：“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你现在就可以走了。”我只后悔没有早点退婚，终于不用再面对他那张恶心的脸。卫兵送吴姑娘离开军营。副师长冷着脸开口。处理了退婚的事，苏宝山也着手整形手术。在充分的准备工作中，吕国华被推进了手术室。家属医院的军嫂们聚在一起聊天，都在猜测吕国华手术后能变成什么样子，也在议论吴艳秋。要是吕排长的脸好了，吴艳秋肯定会后悔。不一定，有一次我不小心听到他在嫌弃吕排长不如老家的谁，指定是老家有了喜欢的人，要不然他带着彩礼来干什么？吕排长治疗又不需要花钱，这是打定主意要来退婚，但是又想赖掉彩礼钱。吕排长在这个年龄段已经非常优秀，吴艳秋做事太不地道，敢在他最脆弱的时候来退婚，总比结婚后才发现对方的真面目好。几人纷纷赞同。半个月后，吕国华的脸拆纱布，医院和部队的领导都去见证。护士把吕国华头上缠着的纱布取下来，所有人都很紧张，看到整形成果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是不是没有修复好？你要相信苏主任的医术。说着拿来一个小镜子放在他的面前，看到久违的面孔，吕国华激动地抓住护士的手：“谢谢你。”你谢错人了，给你做手术的是苏主任。院长握着苏宝山的手说：“苏主任医术高超，化腐朽为神奇，是患者的福音。感谢领导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吕排长脸上还有细微的疤痕，涂上这个2个月能全消。”吕国华对现在的样子已经很满意，没想到这么淡的疤痕还能去除，内心兴奋不已。众人离开病房后，吕国华的战友们也来看望他，裴怀川也来了。我们一营的战士们今天过生日，你嫂子准备了奶油蛋糕，你也跟他们一起庆祝新生。赵素兰得知裴怀川受伤了，就来部队看儿子，几个人一起在院子里摆着桌子。孔玉秋看着漂亮又美味的蛋糕，这人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前从没吃过奶油蛋糕，不知道这东西好吃，也不馋。自从你去了海市后，我做梦都被馋醒了。玉秋嫂子喜欢吃，就多吃点。这次吃过后，也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吃到。只要我在军营，每个月都会做。玉秋嫂子不用担心吃不到，平日里想吃了我也可以做。你们马上就要搬走了，我哪里还能吃得到？宋石锦纳闷，搬走要搬到哪里去？裴营长没跟你说吗？宋石锦摇了摇头，他这段时间比较忙，从没有提起搬家的事。他们上次演习非常成功，裴营长带兵出色，被军区司令看中，调派到丰谷县营区。什么时候走？应该10天后。听说丰谷县不靠山不靠水，特别贫穷，百姓生活很艰苦，连水道都没有。估计裴营长不想带你们过去吃苦，所以才没说。不过领导派他们过去是给他们锻炼的机会，3年后他就会升职为团长。裴怀川和营里的战士们过完生日，正心情大好的回来，一进院门就看到老娘板着脸。谁惹娘生气了？咱们家可没有婆媳矛盾的啊！你要调离岗位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要是搬走，石锦种了这么多蘑菇菌包咋整？长出来的可都是钱。原来娘是为这事生气，放心吧，娘，我走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拖走，连院子里这棵桃树我都得挖走。不过娘和石锦回老家吧，那边常年干旱无雨，条件太艰苦，用水都要靠水窖储存，离镇上有50公里，买东西也不方便。我在那边待了3年，就会调到京市，到时候我们一家再团聚。赵素兰点头，叫来宋石锦。石锦，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回老家。好的，娘。宋石锦点头说好，就进屋开始整理衣服。裴怀川见老娘和媳妇一点都没有舍不得他的意思，心里很不是滋味。娘，你们就这样回去了？我们作为军人家属，绝不拖你的后腿，影响你的工作。你在部队好好干，咱们等着跟着你过好日子。娘，我还没有征求石锦的意见。石锦通情达理，也会配合你的。裴怀川嘴里嘟囔着，人家志强媳妇都愿意跟着志强过去。你要是想让我跟着你过去，那我过去好了。裴怀川听到这话，心情好了许多。还是媳妇对我好，不过我舍不得你跟着我去受苦，你还是跟着娘回老家吧。宋石锦点头说好。裴怀川的脸又拉了下来。人家夫妻将要离别，都是难舍难分，坚决要陪着丈夫一起吃苦。怎么到了自家，自己就是客气一下，媳妇就当真了。吃饭的时候，赵素兰和宋石锦有说有笑，说着回去以后搭暖棚种蔬菜，养鸡养鸭，对裴怀川视若无睹。赵素兰见宋石锦一边聊天一边看外面的儿子，矫情，甭搭理他，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明明心里想让你也跟着去，自己不说，还非得让你开口。难道要你哭着求着跟着他去受苦？咱可不去找罪受。我听娘的。还有10天就要离开这座军营，裴怀川内心无比挣扎。丰谷县村落之间经常发生打架斗殴的事，当地帽子叔叔都忙不过来。媳妇长得这么漂亮，跟过去我不放心，我又不想限制媳妇的自由，又不能24小时看着。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媳妇跟娘回老家，等我在丰谷县任期满了，就能一家团聚。理智告诉他这样做是最好的选择，可看到媳妇毫不在意自己的样子，裴怀川又觉得心里隐隐作痛。媳妇咋就对我们分开毫不在乎呢？宋石锦迷迷糊糊要
要睡着的时候，听到身边传来低低的抽泣声。怀川，你做梦了吗？宋时锦一抬头，发现裴怀川的脸上是湿的。你哭了？宋时锦满脸惊讶，发生什么事了？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上忙。媳妇，你一点都不爱我。宋时锦愣了一下，随后想到今天自己跟婆婆对裴怀川的态度，莫不是玩笑开过头了？我跟着你去。我舍不得你跟着我去吃苦。那你哭什么？可我更舍不得跟你分开。我以为已经习惯跟你分隔两地，可是你一点都不在乎我，让我心如刀割。一想到以后的3年里我都不能见到你，我更难受。对不起，我跟娘在气你什么事都不跟我们商量，就替我们做决定，故意冷落你。真的？听到是老娘出的主意，裴怀川的心情瞬间就好了起来。媳妇，那你说你爱我？这活了2辈子，我也没有跟谁说过这样肉麻的话啊。见宋时锦不说，裴怀川赌气的转过身去。我就知道你不爱我，你们一个个都不把我当回事，有我没我都能生活得很好，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宋时锦无奈在裴怀川的耳边低语，声音太小，我没听见。赵素兰一早起来就看到儿媳妇红光满面，一脸娇羞，就知道昨天叮嘱的白费。你就不能多晾着他2天，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自作主张？他这个身份，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你还替他说话？你跟谁是一伙的？我跟娘是一伙的。我告诉你，男人就不能太惯着，他打着为你好的名头来替你做决定。咱们女人也是人，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决定。娘，赵素兰转头看见儿子黑着脸瞪着自己，没好气地说：喊什么喊？饭在锅里，不知道自己去盛吗？这么大的人了，难不成还要老娘喂你不成？娘，我是您亲儿子。知道了，你要不是我亲儿子，我能把石锦娶进门？是我娶媳妇，您是娶儿媳妇，不就多一个字？你怎么那么多废话？赶紧把水倒了。宋时锦看着这对母子的互动，只觉得幸福要从心里溢出来。媳妇，大舅子打来电话说他腊月24结婚，邀请咱们全家去参加他的婚礼。大哥这么快就要结婚了吗？什么时候定的亲？之前没听他说有女朋友啊。说是工作太忙，跳过了定亲的步骤，直接结婚。到时候你有时间去吗？我们去丰谷县前，我有半个月的假期，刚好是大舅子结婚的日子，我们一家都过去热闹热闹。好，听你的。出发前，军嫂们都来跟石锦告别。副师长看着裴怀川把菜园子里的菜都用木板箱子连土带走，实在看不下去。你小子把鸡鸭、蘑菇菌包、桃树、烤炉、塑料布带走也就罢了，连刚长出来的小萝卜苗都要带走，要不要把鸡粪也带上？车上装不下了。你呀，随后叹了口气，真舍不得你走。你是舍不得我媳妇做的点心和蛋糕吧？被识破心思，副师长瞪了一眼裴怀川，赶紧滚！裴怀川上了车，跟大家挥手告别，嘴里还喊着：师长，有什么好东西给我寄点过去，那边穷。到了郑家门口，裴怀川让赵素兰先陪宋时锦回家，他还要再去处理点事情。薛素芬正在布置新房，听到保姆说宋时锦到了，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出门迎接。你大哥的婚期太紧，家里太多事要做，要不是你二婶帮忙，我一个人真忙不过来。大哥呢？工厂还没放假，他还在上班。时间这么仓促，婚期怎么不定在年后？佳怡的妈妈病了，想看到女儿早点结婚，就定在了年前。佳怡就是你大嫂，病得很严重吗？邱太太那人特别喜欢夸张，一点小病小痛就嚷嚷着要住院，死不了。文君，当着佳怡的面，你可千万别说这些话。大嫂，你那儿媳妇是个厉害，等他们结婚后，除非生孩子办酒，没什么事儿我才不过来。莫非这个大嫂不好相处？佳怡是家里的老大，邱家大大小小的事都由她操持，性格稍微有些强势，要不然也管理不了一大家子。邱老爷子过世后，佳怡的父亲继承家业，但是邱父能力不行，工厂生意不温不火，后来工厂公私合营，邱父就在厂里当了个副厂长，佳怡也在厂里上班。一强跟邱家工厂有业务上的往来，一来二去就跟邱佳怡认识了，相互有了好感，认识不到1个月就定下了婚期。看来大哥是遇到了真爱，迫不及待想要娶进门。不是大哥着急娶，大嫂23岁了，邱家也着急她的婚事，遇到了大哥这样优秀的男子，肯定要牢牢抓住。傍晚，郑义强下班回来就来找宋时锦，明天我让佳怡来家里吃饭，你们认识一下佳怡，独立有主见，工作能力强，你们一定会聊得来。宋时锦微笑着点头，能被大哥夸赞，大嫂一定非常优秀，不知道大嫂喜欢什么，我好准备见面礼。她喜欢实用性的东西。隔天，宋时锦和郑玉琼去供销社买完见面礼回来，就听到有人在争吵。我不是都说过了，我的婚礼不需要乡下的亲戚们过来，你们家怎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宋时锦看向邱佳怡，大嫂，姐姐是自家人，她特意带着她一家人来参加你们的婚礼。邱佳怡看着她提着的帆布包，随一份礼，拖家带口来这么多人，是来打秋风的吧？姐姐才不是来打秋风的，姐姐家很有钱，她给我们全家买了很多礼物，还给你们买了手表作为结婚礼物。玉琼，你不必掩饰，婚礼还有3天，真有钱的人怎么会提前这么多天来？不就是来
混吃混喝的。赵素兰还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羞辱过，她早就想发作了，但这是在儿媳妇娘家，她便忍了下来。郑义强从车上下来，手里拿着一个盒子，见几人脸上没有一点喜悦之情，一脸疑惑。玉琼有没有介绍你嫂子和姐姐认识？没等郑玉琼回答，邱佳怡走过来，你怎么没有提前跟我说，你家今天还有别的亲戚过来？这是我亲妹妹宋时锦，我跟你说过的，非常能干。你跟我说过堂妹表妹一大堆，我哪记得是哪一个？大嫂好，很高兴见到你。邱佳怡不理会宋时锦，转过身看向郑义强，我还有事儿，就先回去了。时锦难得来一次，吃了饭再走。义强，我跟你说过的，不要邀请你家的乡下亲戚来参加我的婚礼。郑义强冷下脸，我就是从乡下来的，是不是我也不需要出现在婚礼上？邱佳怡愣了一下，沉默不语。薛素芬听到动静迎了出来，见邱佳怡沉着脸不说话，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义强，饭菜马上就好了，你先帮你妹妹把东西提进屋。佳怡，你跟我过来一下。宋时锦一行人回到房间，时锦，我们找个招待所住下吧，等到婚礼那天再去坐席。郑玉琼不同意，姐姐、婶子，你们不用去招待所住，爸妈说了，不管什么时候，家里永远都为我们留一间房，这里永远是我们的家。几个人商量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久后，邱佳怡来到了屋内，面带笑容，跟刚才在院子里判若两人。时锦妹妹、婶子，刚才我误会你们了，把你们当成了郑家乡下来的亲戚。赵素兰在心里吐槽，老娘本来就是乡下人。邱佳怡已经从薛素芬那里打听到了，知道宋时锦嫁了一个军官，在部队当营长。哼，这个宋时锦要是聪明的话，就得给我这个郑家未来的女主人面子。果然，宋时锦没有说什么，从帆布包里拿出几件礼物，跟着她来到了客厅。妈，我身上的衣服就是姐姐给我买的，好看吧？是不是你吵着让姐姐买的？才没有，姐姐给家里人都买了礼物，当然不会落下我。宋时锦把礼物给了家里人，又拿出了一个小盒子，送到郑义强的面前。还有我的大哥也是我的家人，当然不能落下你。郑义强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是一块男士手表。邱佳怡还等着自己的礼物，见宋时锦没有了下一步动作，便主动开口。刚才玉琼说时锦妹妹给我们准备了新婚礼物，我已经给了大哥。给义强的和给我能一样吗？薛素芬见状，对郑义强说，义强，你已经有了一块手表，把这块手表给佳怡。这是时锦为我精心准备的礼物，我要好好珍惜。难道你觉得我是乡下人，连一块手表都不配拥有吗？邱佳怡连忙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时锦妹妹送的东西当然要好好珍惜，手表我会自己买。等吃完饭，叫大哥陪你去买一块手表。饭后，郑义强把邱佳怡送回家后，车子刚开走，邱佳怡就露出难堪的表情，气死我了！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妹妹，今天故意给我难堪，给全家人准备了礼物，唯独没有送给我。邱佳怡想了想，不行，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3天后就是我的好日子。等我成了郑家的女主人，想要收拾一个小姑子，还不是易如反掌？以后她想回娘家都得看我的脸色。郑家这边，赵素兰有些担忧，吃饭的时候你不该落了你大嫂的面子，你是出嫁的女儿，以后回娘家还要看她的脸色。宋时锦哼了一声，我谁的脸色都不看，大不了以后我不回娘家了。那怎么能行？好不容易找到了亲生父母，你的家人对你也非常好，不能因为这点小事不顾亲情。他那样羞辱我们，难道还要我巴结讨好他？门都没有。娘家我可以不回，但是我可以在海市买下房子，在我的家里跟家人团聚。赵素兰也不愿意儿媳妇受别人的气，即便是娘家人也不行，还是未过门的大嫂。行，咱也买大房子，谁的气都不受。婚礼还有3天，这3天宋时锦每天一个人出去，慢慢采购物资，收进空间里。腊月24，2辆小轿车前往邱家接新娘子。郑家人到国营饭店迎接宾客，婚车到了邱家，鞭炮响了3回，该给的烟糖也给了。邱佳怡还是不愿意上车，迎亲的人一直催促，有什么条件尽管提，让新娘子抓紧上车，不要延误了吉时，让宾客们久等。我要再加1000元钱彩礼。你先上车，回去后再补给你。可邱佳怡态度坚决，不给钱就不上车。郑义强问，是不是我今天不拿出这1000元钱，你就不跟我结婚？这话一出口，所有人都看向两人。邱佳怡没想着不结婚，但是话讲到了这里，只能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对，不给我就不结婚。郑义强笑了一下，好，这是你自己说的。郑义强走出邱家，扫视了一下周围，看到不远处一个圆脸姑娘。郑义强穿过人群，走姑娘的身边。你愿意嫁给我吗？我给你1000元钱彩礼。圆脸姑娘眨着大眼睛，没反应过来。你说什么？郑义强重复了一遍。我问你愿不愿意嫁给我，成为我的新娘？圆脸姑娘愣了片刻。你不是有新娘子吗？她临时加彩礼，我没带那么多钱。她说不跟我结婚了，但是宾客们已经在国营饭店等着，我不能让这场婚礼泡汤。看着身穿黑色西装、一表人才的郑义强，圆脸姑娘有些不敢相信，还有这样的好事落在自己的头上。再看着自己身上的旧棉袄，我穿成这样去了更会给你丢脸。郑义强拉着圆脸姑娘的手来到轿车旁，从车子里拿出了一件红色大衣披在了姑娘的身上。郑和珅，上车吧。你刚才说给我1000元钱彩礼，还作数吗？郑义强点头，作数，等婚宴结束回到家就给你。好嘞。圆脸姑娘扬起笑脸，心情愉快地钻进了轿车里。郑义强对着迎亲队伍喊了一声，新娘子接到了，出发去国营饭店。新娘子怎么还没到？郑文军一边招呼客人，一边小声问薛素芬，正要派人去邱家催一催，就听到门口响起了鞭炮声。是接新娘子的车回来了。
郑义强下了车，打开车门，伸出手从车里牵出了一位穿着红大衣的姑娘。郑家人却看傻了眼。郑文君和薛素芬连忙走过去，把郑义强拉到一边。新娘子怎么换人了？妈，这是夏小贝，今天的新娘子。你不是跟邱佳怡结婚吗？妈，你们先招待宾客，婚宴结束后我再跟你们解释。宋时锦走过来，没有多问，看向郑义强。大哥，我帮新娘子化一下妆。郑义强感激地对着宋时锦点头，让夏小贝跟着宋时锦走。夏小贝在出来的时候已经大变样，脸上画了精致的妆容，娇俏无比。好看好看，这才是新娘子该有的样子。郑义强看到夏小贝，眼中闪过一丝惊艳。喜宴结束，送走了宾客。薛素芬看着正在努力吃肘子的夏小贝。义强，你在哪找这个小孩顶替？成年了吗？我问过了，18岁。薛素芬得知邱佳怡临时加价，索要1000块钱彩礼。薛素芬沉下脸，她想要彩礼可以在结婚前说，咱们家又不是不给，临时加价，她这不是为难你吗？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幸亏这姑娘帮忙，才没有让咱们家在这些宾客面前丢脸。你得好好感谢人家，多买些礼物，快把人送回家吧。现在她就是我的妻子。你来真的？人家父母同意吗？我现在就去拜见岳父岳母。先结婚后提亲，薛素芬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事。为了表示对夏家的尊重，薛素芬、宋时锦一起陪着郑义强去了夏家。邱太太看到郑家的轿车从自家门口经过，赶紧回来跟女儿说，郑义强的父母也在车上，肯定是来说好话的。他竟然敢扔下你，找别人代替你去举行婚礼，你这次绝对不能轻易饶了他。彩礼再加1000元，反正郑家有钱。光给钱怎么行？我要让郑义强再买4块手表，我们家每人1块手表，让那个宋时锦知道，他不送给我手表，有的是人给我送。邱佳怡的二婶看到郑家人到夏家，赶忙回来通风报信。佳怡，我看到你对象把夏小贝送回家，在他们家到现在还没有离开，郑家会不会将错就错，娶了夏小贝？夏小贝那个大馋丫头，郑义强绝对不会看上。郑家家大业大，却是乡下来的，需要的是一个有担当、有主见的女主人，而不是对他事业毫无帮助的小丫头。夏小贝真是缺心眼儿，这种忙都敢帮，要是让别人知道她嫁过了一次，就算是假的，对她的名声也有损。我会让郑家再重新举办一次婚礼，郑家能同意吗？再办一次婚礼，亲朋好友不就都知道了夏小贝代替你？我的话，他们家一定会听。他可以不用邀请郑家的亲朋好友，到时候邀请邱家的亲戚参加就行。婚礼流程一道都不能少，我可不会让我的婚礼留下遗憾。他们家要是不同意，我就装病。邱二婶在门外张望，看郑家的轿车什么时候过来。看到轿车过来，邱二婶正要去通知邱佳怡，轿车却并未在邱家门前停下，直接开了过去。邱二婶赶紧去告诉邱佳怡，二婶，你过去打听一下，是不是夏家人在为难郑家？夏家特别宠这个女儿，清清白白一个女儿，莫名其妙就嫁了一回，夏家人肯定要讨一个说法。邱佳怡的二婶打听到，夏小贝的大哥邀请了夏家几位长辈去国营饭店吃饭。郑家是为了这件事向夏家人赔礼道歉，所以才邀请夏家人去国营饭店吃饭。1个小时后，小轿车从邱家门前经过，邱太太看到小轿车里坐着郑义强和夏小贝，心里有些担忧，过来跟女儿说。邱佳怡有些不耐烦，有什么好担心的？肯定是夏小贝那丫头缠着郑义强给他买礼物补偿他。邱太太仔细回想，好像是这么回事。我看车子回来的时候，夏小贝的手里不知道拿的什么东西，呲着大牙笑。晚饭过后，夏小贝坐上了车，直接去了郑家。看着郑家的大房子，灯火辉煌，装饰得非常漂亮，夏小贝都看呆了。宋时锦和郑玉琼迎上来，郑义强一一介绍家里人给夏小贝认识。见郑家人对自己态度如此友好，夏小贝觉得心里暖暖的。两人虽然结婚了，可认识还不到1天。薛素芬让儿子领着儿媳妇回屋培养感情，在家一直等着郑家人来赔礼道歉的邱佳怡，一直等到了天黑也没有等到。打听到郑家人吃过晚饭，直接就回去了。邱佳怡自我安慰，今天郑义强太忙，肯定是累了，明天早上一定会带着彩礼过来求我的原谅。次日天刚亮，邱二婶急匆匆过来，不好了，佳怡，昨天夏家人邀请长辈吃饭，原来是为了陪新女婿。夏小贝真的嫁给了郑义强。邱佳怡猛地站了起来，不可能，一定是夏小贝趁机赖上了义强，义强不是真心要娶她。邱太太一听慌了，佳怡怎么办？佳怡，你赶紧去跟郑义强服个软，先把夏小贝赶走再说。要是生米煮成熟饭，后悔也来不及了。邱佳怡气得浑身发，转身就跑出了门，来到了郑家。邱小姐，你怎么来了？邱佳怡一把推开保姆，冲进了院子。邱小姐，你要干什么？家里人还没有起床，不方便见客。我是客人吗？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叫郑义强出来见我。昨天厂长结婚，春宵一刻值1000金，还没有起床。邱佳怡听了，顿时气血翻涌。郑义强，你给我出来！
邱佳怡看着郑义强走出来，嘴角挂着若有似无的笑，一副满足的模样。邱佳怡气得牙痒痒。你跟他做了什么？我们夫妻的事就不劳烦你操心了。你们家给了我1000元彩礼，我再加1000你就不愿意给，转头就给了夏小贝2000元彩礼，你就是故意在气我是不是？给小贝的彩礼也是在婚礼结束后，他愿意无条件相信我，你却以不结婚逼着我回去拿钱。郑家邀请了那么多亲朋好友，难道让他们等着看我们家的笑话不成？邱佳怡知道自己理亏，决定退让一步。你让夏小贝离开，我就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郑义强轻笑了一声，该离开的是你，我跟小贝已经是合法的夫妻。我不相信你是为了气我才找夏小贝临时顶替我，我不跟你置气了，彩礼我也不要，你让他走，让他离开郑家，夏小贝一无是处，我才是最合适你的妻子人选。是否合适，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我和小贝虽然认识的时间短，但是我们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无比契合，这大概就是命中注定。你不要这样对我，我知道错了，我改。世上没有后悔药，没人会在原地等着你。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悔婚，让我遇到了小贝。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你现在会难过，是因为事情没有按照你所预想的方向发展，你更多的是失望，并不是对我有多深的感情。以后在工作上或许还会有交集，大家还是各自留些体面为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郑家人都醒了，出来看到邱佳怡泪流满面，却没有一个人过来安慰她。看到人群中的宋时锦，邱佳怡顿时怒从心中来，都是你没安好心，只送一块手表，就是为了要拆散我们，你才没安好心。邱佳怡没有成为自己的儿媳妇，薛素芬也不用忍了。我儿子儿媳刚结婚，你跑来我家胡闹，安的什么心？赵素兰见儿媳妇被人指责，指着邱佳怡，你算哪根葱？你敢对我儿媳妇说3道4，咋的就不送给你？你能怎么地？你算老几？还没过门就开始摆女主人的架子，在婆家耀武扬威，使唤长辈为难小姑子。得亏他大舅没娶你，谁娶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你什么你？瞧不起我们乡下人？我们乡下人可不会这么不要脸，跑到人家新婚小夫妻家里抢男人。邱佳怡一口气没喘上来，被气晕了过去。等到她醒来的时候，周围一个人也没有。郑义强，她的声音引来了保姆。邱小姐，你别喊了，家里现在一个人都没有。邱佳怡不敢相信自己晕倒了，郑家人竟然不管她的死活。我要去找郑义强。邱小姐，家里现在没有人，你要是硬闯，我可就要报警了。他躲在哪里？邱小姐，你还是请回吧。邱佳怡想让厂长从中说和。厂长那天在邱家喝喜酒，知道前因后果。佳怡，你就不该临时加彩礼，让郑厂长为难。这件事若是婚礼当天，我还能去劝说一下，现在人家已经成了夫妻，说什么都晚了。我只是想考验一下义强，看看他是否重视我，谁知义强一点包容心都没有，经不起考验，转头就另娶他人。厂长失望的摇头，这个邱佳怡到现在都不认为是自己的错，他既然没有通过你的考验，说明并非你的正缘，你就别去找他了。邱佳怡求救无门，把目光瞄准了夏家。她堵在夏家说，夏小贝趁火打劫抢了她的丈夫。我自家女儿是被郑家亲自上门提亲，明媒正娶过去的，虽然顺序有些颠倒，但他们是领了证的合法夫妻，你没资格来指责我女儿。你们明知道郑家要娶的人是我，就不该答应这么荒唐的要求。既然郑家要娶的人是你，那你嫁呀，你为什么不嫁？要不是夏小贝横插一脚，我早晚会嫁给义强。婚礼当天，从中午到晚上有那么长时间，你都不去阻止。郑家的轿车从你家门前来回2趟，你有多次机会挽回你们的婚事，可你们家端着架子什么都没做。如今见郑家娶了小贝，你急了，有本事就去找郑家，说我们家小贝横插一脚，隔壁食品厂厂长家的儿子明天也娶媳妇儿。你倒是去插一脚呀，看人家会不会娶你。我才不会像夏小贝那样不要脸抢别人的男人。夏母听了，上前打了邱佳怡一巴掌。我们家小贝清清白白一个好姑娘，岂容你造谣污蔑？打闹声惊动了周围的邻居，大家都过来看热闹。大概情况街坊邻居们都了解一些，议论纷纷。小贝是我们看着长大的，这孩子乖巧听话，嘴甜心善，十分招人喜欢，估计也就是想帮忙。郑家这么好的条件，事后亲自上门来求娶，换谁都会答应。小贝不过是当机立断抓住了机会，又不是他主动抢来的。是呀，我还可惜，当时我女儿怎么没有遇到这样的好事？有的人就是没有福气，到手的富贵都能做没了。街坊邻居也不站在邱家这边，场面一度混乱。帽子叔叔来了，才把两家人分开。回去后，邱佳怡就病倒了，住了2天院。等到夏小贝3日回门的时候，邱佳怡带着一瓶药威胁郑义强，如果不跟夏小贝解除婚约，我就嘎在夏家门口。你想吃药是你的自由，我无权干涉，最多我会帮你叫救护车，不过医药费你要自己承担。还有，既然我们的婚事作罢，麻烦你把彩礼退回来。邱佳怡听了，气得差点当场晕倒。邱太太，如果你们再来夏家闹，我就要找你们的厂长聊聊了。
邱家人只好灰溜溜的带着邱佳怡离开。大哥派人去拿回彩礼，邱家还想赖账，听到大哥说要找他们的厂长从他们家人的工资里扣，才老实把彩礼钱退回来。夏小贝一边吃着郑义强给他买的奶油蛋糕，一边歪着头认真的听姐妹俩说话。玉琼，这个小蛋糕特别好吃，你陪我去买一些，让石锦带一些回去。嫂子，我会做奶油蛋糕。郑玉琼和夏小贝两眼放光，一个是想学，一个是想吃，都缠着让宋石锦做。三个人就一起去供销社买东西。经过胡同的时候，对面走过来3名男子，每人手里都拿着麻袋。胡同不宽，宋石锦3人靠边走，让出位置。突然，3人快速拿出麻袋套向宋石锦3人，宋石锦立刻闪进空间里。一名男子看到空着的麻袋，诧异地问同伴：“刚才是3个人吧？”“是呀。”“那我的麻袋里怎么没人？”“先把这2人带回去交差。”看到3名绑匪一前2后消失在小巷转角，宋石锦才出了空间，快步跟上，发现前面一人已经消失了踪影。宋石锦悄咪咪地摸到2人身后，拿着从空间中找来的棍子，对着其中一人的脑袋敲了下去。男子吃痛松开手，宋石锦立刻护在麻袋前面。真他妈见鬼了，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说着就要去抢麻袋。郑玉琼从麻袋里露出头，2名男子看清麻袋里的人，交换了一个眼神。最重要的人抓到了，先走。郑玉琼想追上去，被宋石锦喊住。玉琼，你去找大哥，我跟着他们。不行，姐姐，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跟你一起。我们2个没办法救出大嫂，只能寻找外援。听话，去找大哥。我怀疑这伙人是邱佳怡派来的。姐姐，那你要小心一点。郑玉琼说着快步离开。宋石锦跟上2人，看见2人把夏小贝带进了一家工厂。不一会儿，邱佳怡就来了，看到只有一个麻袋，邱佳怡有点不满意。我让你们把他们3个都抓来，怎么只有1个人？郑义强的妹妹太厉害，我被打伤了，好在夏小贝被抓来了。 3个人去，只绑了1个回来。赵老四呢？他后面先走了，不然也不会跑了1个。打开麻袋，看到里面的夏小贝。邱佳怡满意的点了点头，最重要的骑马带来了。邱佳怡，你绑架我，义强不会放过你的。只要没有你碍事，义强就会跟我结婚。你这么坏，就算没有我，义强也不会娶你。我跟义强门当户对，志同道合，只有我才够资格当郑家的女主人。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跟我抢？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抢我的人要付出代价。你们还没有娶媳妇，先让你们开开荤。妹妹们已经去叫义强，等义强来了，他一定会把你抓去坐牢。等他来了，你已经脏了。义强怎么可能会要一个被糟蹋的女人？我们只负责帮你把人抓来，可没说要糟蹋人。真是没出息，送上门的女人都不敢要，你戴着口罩，他又不知道你是谁。我不干这缺德事。见这人不配合，邱佳怡看向另一人，你来。邱佳怡拿出钱给2人，受伤的男人接过钱。邱组长，我为了抓人，脑袋挨了1棒，要去医院治疗，你得加钱。邱佳怡犹豫了一下，又给了20元钱。男人离开后，另外那个男的看向邱佳怡，姐，你先出去，你在这里我放不开。邱佳怡转身出去，刚到仓库门口，脑门上就迎来一棍子，晕倒在地上。男人正一脸淫笑的朝着夏小贝逼近，听到动静，看到邱佳怡晕倒在地上，走过去查看，也挨了一棍子，身体晃悠悠的倒了下去。夏小贝见状，立刻爬起来往外跑，看到外面的宋石锦，夏小贝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嫂子别怕，没事了。夏小贝拉着宋石锦要走，等一下，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郑义强根据宋石锦一路上留下的记号，车子直接开到了邱佳怡的单位。刚到厂门口，就看到夏小贝和宋石锦出来。石锦及时救了我，我没事。大哥，我已经收拾了邱佳怡了。我不能让这个隐患一直留着来伤害小贝。大哥，相信我。回到郑家，宋石锦让郑义强给邱佳怡单位的厂长打电话，就说看见厂里的大门开着，让他过去看看。厂长接到电话，到厂里一看，所有的门都锁得好好的，只有仓库的门是开着的。仓库门口还躺着2个人，走近一看，是邱佳怡和一个男人，把2个人叫醒。大过年的，你们为什么出现在厂里，还把衣服脱了？真是丢人现眼。没等邱佳怡回答，厂长看到仓库里空荡荡的货物全都不见了。仓库里的货呢？货被你们弄到哪里去了？邱佳怡不敢相信的抬头，仓库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明明刚才仓库里还堆满了货物。邱佳怡想到消失的夏小贝，货被郑义强运走了，肯定是郑义强为了报复自己绑架夏小贝，才把厂里的货物全部运走。郑厂长需要货跟我说就行，不可能悄无声息的运走，而且现在是放假期间，他们厂里要货干什么？邱佳怡一口咬定货就是被郑义强运走了。郑义强堂堂一个厂长，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况且还是他打电话通知我来的，你们2个怎么会出现在厂里？郑义强骗我说你同意把货卖给他，结果他把我们打晕了，偷偷运走了货物。厂长还没来得及到办公室给郑义强打去电话确认，就有警车开到了厂里。帽子叔叔把2个人抓住，夏小贝已经不在现场，没有证据。邱佳怡不承认。帽子叔叔，我要报案，我们厂所有的货物全都不见了。那就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或许这2个案件有关联。到了局里，邱佳怡看到郑义强和夏小贝，还有参与绑架的另外一人，瞬间脸色大变。邱组长给我们钱，让我们绑架夏小贝，以此来威胁郑厂长娶她。我们知道郑厂长本来是要跟她结婚的，后来新娘换了人，只当她心有不甘，就帮了这个忙，把人绑到了仓库里。
里。你们到仓库的时候，仓库里有货吗？男人点头，满满一仓库的货。那是谁把货运走了？我把夏小贝绑来后，邱组长让我把厂里的货物搬走，好嫁祸给郑厂长。我不想损害厂里的利益，就没答应离开了。不知道邱组长又找谁把货物运走？胡说八道！我只是叫你们绑架夏小贝，什么时候让你们偷货？话音刚落，邱佳怡就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连忙解释：我只是一时气不过郑义强另娶他人，想求夏小贝把郑义强让给我，但我很快就把夏小贝放走了。你们看他不是好好的吗？但是他临走的时候把我们打晕，还脱掉了我们的衣服，让我们躺在外面差点冻死。厂里的货物也是他偷走的。所有的人都看向邱佳怡。你的意思是夏同志一个弱女子把你们两个打晕了，还把你们厂整个仓库的货物拖走了？邱佳怡也觉得这样不合理，但他还是点头说是。帽子叔叔，邱佳怡已经承认绑架我妻子，接下来就麻烦你们为我妻子主持公道，我们先回去了。你不能走，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让我名誉受损，你要赔偿，还有我们厂里的货。你有证据吗？不是你还能是谁？这应该问你自己，谁知道你还得罪了什么人？郑厂长，我们厂里的货真不是你运走的吗？如果是你运走的，送回来就行了，我不会怪你的。怀疑要有证据，刚才我已经做了笔录，说得很清楚。接到妹妹的求救电话，说我妻子被人绑架，找到了你们厂，正好我妻子逃了出来，我的车都没有进去你们的工厂，只要查看地上的车轮印就知道。我回到家就给你打去电话，提醒你厂里有人，货要是我运走的，我还会打电话通知你吗？厂长也知道这个道理，可是货没有了，他情愿相信是郑义强为了报复邱佳怡给运走了。那么多货不见了，厂长只要打听一下，看今天有没有车辆从厂里进出就知道了。对，查从厂里进出的车辆。反正仓库里的货不是我偷走的，绝对查不到我身上。帽子叔叔立刻展开调查，厂长说全厂职工都可以证明他们的仓库装满了货。仓库总管过来证实了厂长的话，并且说邱副厂长有仓库的钥匙。帽子叔叔立刻在邱家进行了搜查，结果就在邱家查到了属于厂里的货物，这些都是平时他们偷偷带回来的。邱家人直接被帽子叔叔带走了。很快，裴怀川就来到郑家，准备带着赵素兰和宋石锦去丰谷县。石锦，谢谢你救了小贝和玉琼，又去找到了他们厂的那名工人，要不然就不能把邱佳怡送去坐牢。他们绑架嫂子就应该受到惩罚。石锦，你说邱家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么多货物偷偷运到老宅的？两人相视一笑，挥手告别。在军营的日子过得平淡又充实。转眼裴怀川已经是到丰谷县的第3个年头，宋石锦怀上了。因为给孩子起名字，赵素兰和裴怀川争吵不下。这一胎是小孙女，我不想让儿媳妇太辛苦，给孩子起名叫婷婷，意思是以后不生了。结果裴怀川给孩子起名叫望北，被赵素兰好一顿笑。等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发现是一个男孩，只能用裴怀川起的名字。都怪你乌鸦嘴，才导致孙女变孙子。裴怀川很无奈，跟媳妇诉：没事，我再生一个，一定满足娘抱孙女的愿望。赵素兰听到这话，又心疼又感动。裴望北还没有满月，裴怀川的升职通知和调令就下来了。与此同时，恢复高考通知也下来了。到了京市，军区的理事长亲自到门口迎接，看着车厢里，理事长，您在看什么？听说你喜欢往自家扒拉东西，这回怎么没带什么东西过来？裴怀川当初去丰谷县的时候，可是把所有能带的全部都带走了，在丰谷县的军营里盖了蔬菜大棚，种蘑菇，养鸡鸭，养猪。按照裴怀川的性子，肯定会把这些东西全部运过来。当初去丰谷县是因为丰谷县地处偏僻，气候干旱，物资匮乏，为了让营里的战士们吃饱饭，我才会把所有东西都带上。到了京市，我还怕战士们吃不饱饭吗？刚上任，裴怀川比较忙碌，每天天一亮就出去，晚上天黑才回来。知道裴家来了京市，家属院的军嫂们也过来打招呼。如今大家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大家都抓紧复习，争取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家属院里也有军嫂想要参加高考。等到了报名那天，宋石锦去了京市的报名点进行报名。小宋，你家里有孩子，裴团长同意让你报名吗？报名考试是石锦的事，干嘛需要怀川的同意？万一小宋考上了，要去上学，孩子怎么办？我能带好孩子，我们家石锦聪明，不能因为结婚生了孩子就荒废他的才华。咱们家要是能出个大学生，也是光宗耀祖的事。裴怀川下班回来，听说媳妇报名参加高考，就问了一句：干嘛？难不成你想阻止石锦去考大学？我警告你，要是敢阻碍石锦考大学，老娘打断你的腿，你自己没能耐，还不让别人进步。娘，我就问一下，什么时候说不让石锦考大学？我要是有了个大学生媳妇，面上多有光。这才对嘛，都是一家人，不管谁优秀，全家脸上都有光。高考结束后，每个参加高考的学子出来后，激动又紧张。石锦嫂子，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今年考不上，那就明年再考，没什么压力的。所有的题目你都会做吗？有把握全对吗？我最后一道大题没有时间写，也不知道最终成绩怎么样。考试已经结束了，想再多也没用，不如静等结果。高考之后还要估分填志愿，宋石锦填的是京市的农业大学。你都到了京市，怎么还填了农业大学？难道你种地还没有种够？我可是在生产队干活够的。人各有志，我就喜欢伺候庄稼。裴怀川得知宋石锦填报的学校，有些诧异。赵素兰则是把宋石锦好一顿夸。我们家石锦就是心肠好，看不得农民受苦，吃不饱饭，到哪里都想着让农民种出更多的粮食。不得不说，赵素兰确实说中了宋石锦的目的。等待分数的
的时间极其难熬，家属院只有刘芳和宋时锦参加了高考。刘芳时常来找宋时锦聊天，预估分数，可是宋时锦压根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刘芳只当他是不抱一点希望。宣布高考的时间太过突然，我好多年没有学习，那点复习时间根本就不够。这次如果没有被录取，我们一起结伴复习，明年再考。分数还没出来，等出来时再说吧。多点时间复习，明年才更有把握。到时候再说吧。嫂子，你既然已经参加了高考，裴团长和裴婶子这样支持你，你为什么就不肯再努力一些？刘芳，这次考试我已经尽力了，现在分数还没出来，我干嘛要去想未来没有发生的事？万一我运气好被录取了呢？这石锦的心态也太乐观了。我比他年轻，离开学校的时间也不长，又刚结婚不久，还没有孩子打扰，我都没有把握。宋石锦虽然看着年轻，可他毕业多年，还生了孩子，精力都放在家庭上，何况考试前他才刚出月子不久，根本就没有时间复习，怎么可能会被录取？过了年，正月初10，宋时锦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刘芳没有收到，来到宋时锦家，一脸焦急。嫂子，你的通知书都到了，我的怎么还没到？可能学校不同，录取的时间也不一样。应该是这样，你都考上了，我肯定没有问题，先恭喜你，等我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以后，咱们一起上下学。宋时锦考上了大学，赵素兰来想买鞭炮放，好好庆祝一下，但被宋时锦阻止了。好多高校都已经开学，刘芳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估计是没考上。如果我们家太高调，刘芳看了心里肯定不舒服。赵素兰想了想，他们一家初来乍到，还是低调一点好，就点头说好。其他军嫂们得知宋时锦被录取，都过来恭喜他。我也就是运气好，运气再好也得有实力，你就别谦虚了。裴婶子都跟我说了，你这些年一直没有放弃学习。一直到宋时锦开学，刘芳也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才彻底死心。不过刘芳没有放弃，来找宋时锦借复习资料，反正也用不上了。宋时锦就把复习资料给了他。开学那天，裴怀川请假送媳妇上学。你刚来军区，别为了一点小事请假。我媳妇考上了大学，是天大的事。赵素兰看了一眼儿子那点小心思，当谁不知道似的。不就是看儿媳妇长得漂亮，生怕进入大学被人惦记着，有我这个婆婆在，她能让别人挖了自家的墙角吗？赵素兰从屋里推出一辆3轮车，走喽，咱们去送妈妈上学。到了学校不久，就听见有人叫宋时锦的名字。宋时锦回头一看，只见一位花白头发、穿着灰色大衣的老人正一脸欣喜地看着他。宋时锦在脑中努力回想，忽地他想了起来，沈教授，原来是你。师姐，是不是考上了大学？是的，沈教授。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你怎么选了这所学校？我喜欢研究农作物。赵素兰看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原来你是住在牛棚的老沈。沈学仲回头看向赵素兰，你是？我是赵素兰呀。那时候我每天晚上送时锦去牛棚跟你学习，你忘了吗？是你啊，几年不见，你咋越活越年轻，脸白了，还烫了头发。你变化也挺大的，要不是时锦说在大街上遇到你，我都不敢认。三人闲聊了一会儿，得知宋时锦早就来到了京市。沈学仲有些生气，你来到京市怎么也不来找我？就会假客气，你连个地址都没留，我们怎么找你？高考恢复时，我给时锦寄了信，上面写了地址，你没有收到吗？您把信寄到了哪里？向阳村呀。我跟着怀川随军，不住在向阳村，只是偶尔回去一下。怪我考虑不周，有缘千里来相会，这不是见到了吗？既然碰到了，今天去我家，我带你认认门，以后常来常往。沈教授，今天不行，我还要去报到呢。沈学仲掏出本子和笔，写下了自己的地址，给宋时锦，又记下了宋时锦地址。大学第2年，宋时锦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又有了。医生说这次大概率是女儿。真的？这下娘肯定高兴坏了。果不其然，赵素兰回家听到消息激动不已。我盼孙女盼好久了，我马上打电话跟易强他们说。没几天，郑家一群人就拎着大包小包赶来了。一进门，赵素兰就拉着亲家母的手，可算盼来个小孙女儿，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婷婷，亭亭玉立的婷婷。好，婷婷好，就叫婷婷。就这样，宋时锦一边上学一边带孩子。没过多久，小婷婷平安出生，粉雕玉琢，特别可爱。一家4口，儿女双全，一家人围在床边，笑得合不拢嘴。